村民们都在兴致勃勃地看电影，可我到了后却一脚把机器砸了。大家见此愤怒地纷纷向我围来，而我指着远处的玉米地说那里有比电影更好看的东西。什么样的东西能比武打电影好看？就是好不容易1个月下乡巡演一次，你一脚给踹没了。如果不好看的话，在场的人每人赔偿10块钱总行了吧？大家跟我走，最好牵条狗。村民们都惦记我的10块钱赔偿，可我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就在刚刚我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回到了80年代。前世村长大伯不要1分彩礼让我娶了他的女儿，我也用赚来的1000亿家产回报他们的知遇之恩。可偶然的机会，我才发现自己不仅是武家大佬，更是他们早就设计好的接盘侠。爸，这是我最后一声叫您爸。我谢谢您替我打下了这么一个江山。为了报答您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我亲爹是咱家公司的保安队长。你们，你这辈子的使命也算完成了，你就是我捡回家当驴使的长工。能娶到我闺女是你天大的福分，没有我们，你早饿死了。如今回到最初，我在去看电影的路上，发现前世丈母娘跟电影放映员钻了玉米地，所以才喊着大家看笑话。里面的人快出来，再不出来就放狗了。别放狗，我们出去。原来搞破鞋的，我还以为偷粮食的呢。杜三巧，村长婆娘怎么会是他？真不要脸，这让村长的脸往哪搁？我靠，男的是那个放电影的？俺说刚才电影卡了，喊他怎么没演？原来跑这里钻玉米地。走，上去揍他们！好多人一拥而上，7手8脚就打向了那个男的。杜三巧也没幸免于难，被戴帽子的村长齐胜利正疯狂踢他婆娘。丢人现眼的玩意！都给我住手！让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、伤风败俗的东西！把他们都给我抓去村维护！你们都给我滚回去看电影，谁也不准跟来！村书记老杨一喊，吓得大部分人都止住了脚步，而我根本就没有动，因为我面前的2个女生正是村长大伯家的2女儿齐文丽跟3女儿齐文晶，也就是前世的妻子。装啥？你跟你妈还不是一样，肚子都大了，不要个逼脸！麒麟没有管这2姊妹，自顾自地往家走，见到了几10年没见的养父养母。爹娘，这孩子这是干嘛呀？看电影受啥刺激了？我就是想你们了，就出去这一回，回来这么煽情，看啥电影感动了吧？饿了吗？我背着你奶奶还藏了个红薯，给你快吃吧。养父母是大伯齐胜利的2弟，他们不能生育，所以大伯有亲生儿子后将抱来的我送给他们养活。此时院子里传来了吵闹声，你个破鞋挨千刀的玩意，找汉子让我丢没了脸！大伯骂声惊动了堂屋的老爷子和老太太，我跟养父母也跑了出来。给我住手！干嘛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大半夜的闹啥呢？爹，那没脸见人了。干嘛打自己？有事说事。还有什么说的？让我揍死他算了。爹，不要啊！不要打娘了！这么一个搞破鞋的娘，她不值得你们护着。此话一出，老爷子和老太太算是听明白了。刚才齐胜利在院子第一声破鞋，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。杀千刀的，丢我老齐家的人呐！打死算了，丢尽了我老齐家的脸呀！齐文丽和齐文晶一起拽不动他爹，于是都看向站在旁边的我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才不管！现在不仅你娘挨打，没多久你们也会挨打。给我放开！跟我进屋好好说说你跟放电影的是从啥时候开始的？没想到杜三巧那么风骚。是啊，平时就喜欢打扮，从他姥爷们当大队长就不怎么干活，天天到处乱窜。没想到是跟公社放电影的勾搭上了，这次还玩这么大胆。见此，麒麟心情非常好，这一世他要好好报复大伯一家。但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那就是搞钱。隔天我骑车到了供销社买了2斤猪肉，又去修车铺搞了几条免费的废旧轮胎。回到家后我就开始腌制肉，母亲过来看到这一幕吓坏了，急忙看看门外有没有其他人。这让你奶奶看到，免不了一顿打，肉也得没收。我们不在家烹饪，没有香味没事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很快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吃过饭后，我拿着1块铁皮找到村里铁匠，让他按要求帮我打个烧烤炉。紧接着我又来到了曾经专门烧木炭的手艺人陈师傅家。不行，现在木炭买卖做不成，投机倒把茶的严，别害得我再被抓进去了。陈师傅，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放开，很多地方摆摊的都不抓了，你只要能提供木炭，我就可以帮你卖。不用我出面吗？是的，一切由我来办。那行，你一次要多少？那就先定50斤吧，明天我找你来取货，1毛1斤，没问题。有了木炭后，我的赚钱之路即将开始。可当我回到家时，站在门口的老太太见我没下地，就嚎上了：“你大小伙子不去干活，你啷啥呢？我今天不舒服，不想干活。不干活就不准吃饭。你个龟孙走的玩意，你不去干就得你娘干，累死他得了。”我也没反驳，老太太说的对，我不下地真就没人帮娘干活了，所以要抓紧去赚钱。我收拾好食材，骑上车来到了县城工人最多的化肥厂门口。
支起摊子开始烤肉。烤肉的香味很快引来了很多人围观，因为99%的人在这个年代都没吃过烧烤。同志，你这怎么卖的？2毛钱一串，买3串还赠送一个小饼。给我来3串。我也要3串。我要6串，同志。明明是防火森严的化肥厂，可我来这生火却丝毫没人管，甚至厂长主管都带头帮我添柴，只因身为80年代的他们都被我手中的现代手法烤串香迷糊了。小同志，我要15串，你这烤串太香了。厂长要15串，那我要10串。啊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一共带了50串，厂长您跟主管要了25串，后面那几个同志就吃不到了。就是，厂长主管，你们吃肉最起码让我们喝点汤吧，你们吃独食，我们明天就集体请假。哼，还有俺们消防部不是白保护的。行，咱们这7、8个人1人分5串总可以了吧？我买的，但待会大部队下班过来的话，可别说是我请的。那必须的必啊，厂长。随着大家对串的争执达成一致，麒麟这边的串也熟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对人生中第一顿烧烤品尝了起来。2个烤串铺在小饼上，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，众人脸上立马露出陶醉的表情。还有嘛，同志，味道简直绝了，还没尝过味来就吃完了。我们也是，再给我们烤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同志，大家明天再来，明天我会多做点。好吧，明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了，记得喊我。啊哈哈，没问题。50串一共10块钱，给你。看着自己赚的第1桶金，麒麟脸上露出微笑，这下有钱给父母买东西补身体了。但现在他还要去国营单位推销从村里拉来的木炭。您好，主任，我是沙河镇的社员，我这有木炭，不知道咱们这里需不需要？我们这里却有采购木炭，但是都是外地采购，用量也不是特别大。冒昧问一下，您贵姓啊，主任？免贵姓钱。是这样的，钱主任，为了保证木炭的质量，燃烧时间长，我们生产的也不多，也就是赚个养家糊口的钱，每天就能生产个50斤左右。您看您能照顾一下不？数量倒是可以吞下，我们每天也只是用它来引炉子，全县6个饭店，倒是每天也就用这么多。那您看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，也免得您跑外地采购，有质量不好的，我们这包退，您也能轻松找到我。头一回听说木炭还包退，生产就有失误或者残次品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当然是我们负责。嘿嘿，你这个小童知道是会谈生意，那你那边价格是什么价？是这样的，钱主任，这祖传的手艺现在也才放开，经营市场行情我真不太了解，您采购什么价，我就什么价给您。麒麟对这个时代太了解了，大部分人都不会坑人，你问他们多少买的，基本都会说实话。我们采购的不算运费的话，是2毛钱1斤。那我也按照这个价格给您，还没有运费，我给您天天送货上门。也不需要天天，我这库房还有几百斤，你先送50斤过来，好用我们再谈。好的，钱主任，谢谢您了。那我明天给您送来。呵，跟钱主任道别，麒麟心里美滋滋。这生意谈成1天就赚5块钱，1个月就是150。这个时代，化肥厂工人1个月才20多块钱的工资而已。他拿着卖肉串赚的10块钱，又跑到供销社买了5斤猪肉、3斤排骨、5斤白面。到家时，养父看到他买回来的面和排骨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儿子，你烤串这是赚了多少钱？那2斤肉卖了10块钱，所以今天得多准备点。10块，这么多？养父齐胜林不敢想象了，他们一天在地里干活，就赚几毛而已。会不会有危险？这可是投机倒把。爹，相信我，现在政策变了，上面支持市场经济，现在没人抓。走，爹，跟我出去将这蛇条磨成串肉的钳子吧。与此同时，院子大门外，麒麟的村长大伯正在为3女儿未婚怀孕一事犯愁。找谁呢？找谁能在1个月内就把婚礼办了，把这个丑事压住？正在他琢磨的时候，看到了正在磨车条的麒麟，脑海中灵光一闪。这小子虽然少读了几年书，但是干活是一把好手，长得也不赖，重点是还能不离家，这样一辈子跟在身边给我干活。磨车条的麒麟可不知道齐胜利这回正在琢磨他。磨完车条后，麒麟就拎着3斤排骨，准备用院子里压水井清洗后给养父母做。你哪里来的骨头？买的呀，总不会是自己跑到家里来的。你个败家万一，你哪里来的钱？你管哪里来的？我没偷你的，又没抢你的。麒麟怎么给你奶奶说话呢？小龟孙走的，今天不下的，还嘴这么馋，老天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玩意？行了娘，麒麟是出去帮人搬东西，赚了1块钱，这不是才买点肉骨头，回来孝敬您妈。齐胜林在旁边打圆场，老太太一听，眼睛亮了亮，没好气的白了麒麟一眼，回房间了。等我赚够了钱，赶紧带着父母跟你们分家。此时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养母王玉珍下地回来了。娘，今天你休息，也尝尝你儿子的手艺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今天尝尝我儿子的手艺。很快饭就好了，一大盆的排骨炖冬瓜被麒麟端到了堂屋。可当麒麟和母亲折返厨房去端玉米糊糊回到堂屋时，
就发现排骨炖冬瓜少了一半，而且少的多数是排骨。一顿吃不了那么多，那一半我留下了。儿子，别冲动。儿子大孙子，你们爷俩多吃点，这2天都熟了。这冬瓜也挺好吃的，你们尝尝这冬瓜吧。奶奶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辛苦买了点排骨，给我爹娘增加点营养，你们倒好全自己吃，给我们留冬瓜。平时你们偷吃也就算了，现在你们拿我们当什么？吓人吗？小王八犊子，你说话跟谁这么大声呢？你不就是吓人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拿我当吓人？你拿你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也当吓人吗？我爹和我娘都瘦成啥样了？你眼睛瞎吗？你他妈跟谁这么说话呢？养了个白眼狼啊！他骂我瞎。老二，你耳朵聋吗？听见这个龟孙走的说我傻了吗？我给父母做了冬瓜排骨汤补身体，可是上桌后我们的碗里只有冬瓜，而爷奶大伯一家面前全是排骨。瞬间暴怒的我上前与其理论。平时你们偷吃也就算了，现在你们拿我们当什么？吓人吗？挨千刀的，你说话跟谁这么大声呢？你不就是吓人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拿你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也当吓人吗？我爹和我娘都瘦成啥样了？你眼睛瞎吗？养了个白眼狼啊！他骂我瞎。老二，你耳朵聋吗？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呢？你就愚孝，你没看你和我娘啥样了吗？就这个身板还能累几年？滚出去！不吃就滚蛋！我买的肉，我凭什么不吃？我见面一条，谁敢抢老子肉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你个不孝的玩意，跟谁称老子呢？你把水缸给我放下！谁都别动，谁看不懂，别怪我扔出去！挨千刀的，你把大缸给我放下！被别人戴帽子的大伯啊！你先把找汉子的婆娘管好，再管我吧！你，老二你管吧！这孩子还往我伤口上撒盐！孩子，快把缸放下吧！都是你个不下蛋的鸡惯的，自己不会生，养了一个还养成个白眼狼！你个偏心的老不喜，再这么说我娘！够了，都少说2句。不愿意吃的滚蛋，愿意吃的吃完也滚蛋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谁再跟我娘这么说话，别怪我动手，看看我是不是吓唬你们。娘，咱们走。哎呀，你个窝囊玩意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儿子？你眼睛也瞎了？当初怎么抱回这么个白眼狼回家养？娘，来吃。你这孩子今天闹哪一出？这是要吓死我呀！娘，你还没被人欺负够吗？不闹这么一下，以后咱们怎么吃得饱？尤其我还长身体呢。你都多大了，还长身体？嘿嘿，快吃吧，娘，今天就是吓唬他们，你不用担心，快吃。你不吃，我怎么吃？好儿子，我吃。与此同时，刚才被老太太骂的养父也回来了。你个瘪犊子，是不是想造反？爹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看他们做的那是人事吗？这么些年，你看咱3口人都成啥样了？我娘吃不饱，还干那么多活，晚上吃炒面来充饥，您知道吗？那可是给猪吃的呀！说完这句，麒麟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。齐胜林眼睛瞪大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媳妇。王玉珍却诧异地看着自己儿子。他觉得他每次偷吃炒面充饥，做得很隐蔽，怎么可能儿子会知道？你干嘛？爹，你别自责，以后有我呢。你只要不再愚孝，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再挨饿。咱们老了以后都听儿子的，他不会害咱们的。儿子，爹错了，以后咱家的事你做主。然而等到晚上天刚黑，不怀好意的村长大伯破天荒的提着水果过来了。二弟大侄子，你们今天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大哥，你怎么还提水果了？我今天有点冲动，言语上有些过激，不好意思哈。没事，大哥，都是一家人，都过去了。盛莲啊，麒麟也不小了，也该找个对象了，有人管着他，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彪了。终于来了，这是将我给她怀孕的3闺女找接盘侠了吗？看我这一世怎么揭穿你们的丑事。是到了该订婚的年龄，这时还得你帮我费心，给他张罗。张罗什么？咱们3口人都吃不饱，再来一口不都得饿死？咱们家这条件给麒麟娶媳妇确实困难，但是这孩子我们把他养这么大，不可能让他打光棍。大哥，你有啥好办法吗？嘿，我想了想，外面的不好娶，索性就撮合他跟文京，就当我们齐家从小养了个女婿。这话说完，齐胜林、王玉珍齐齐瞪大了眼睛，震惊不已。他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样操作。疯了吧？那是我姐姐。什么姐姐？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。那也不行，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是抱回来当儿子养的，也一直拿3个姐姐当亲姐姐。这突然改成上门女婿，肯定会被人戳脊梁骨。老帮菜，咱们慢慢玩，我先吊着你。说就说呗，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您老脸不要，我得要。这好听了叫改成上门女婿，不好听就是乱搞。你胡咧咧什么？没有血缘关系，哪来的你那个说法？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是姐弟关系。姐弟关系结婚就是瞎搞。儿子，你小点声，这不是商量吗？我跟你爹商量这事，你小孩子只要等着结果就行了。我们养你长大，再给你娶媳妇，别不知道感恩。麒麟说的虽然难听，但也确实会有人会说闲话。这个是你跟文京说了吗？他不是还要考大学吗？我既然来说，就说明文京同意了。
学习成绩也不好，他打算放弃了。他对麒麟没意见，我也没意见，就看你们的决定了。齐胜林呆了呆，显然没想到他大哥家都考虑好了。他看了看王玉珍，又看了看麒麟，麒麟向他爹轻轻摇头，表达自己不愿意。这样吧，你容我们3口商量一下，这是太突然了，确实需要考虑一下。我的意思给他们定了就结婚，文静不上学也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你们商量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儿子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爹，你不觉得事情蹊跷吗？虽然是一家人，但大伯家平时怎么对咱家的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突然要把亲闺女嫁给我，这里边恐怕有事吧？齐胜林眨眨眼，想到这些年大哥一家全部都在压榨他们，平时对他们不好，现在却突然要把他闺女嫁过来，确实这是蹊跷。不会文京不是大哥亲生的吧？是啊，该不是大嫂杜三桥跟那个野汉子早年生的吧？管他齐文京是不是亲生的，我都不会同意，我又不是娶不上媳妇。儿子啊，爹妈没本事，本来你这么大，应该有人说亲才是，可是一个上门的都没有。那是以前娘，咱们马上就日子过好了。爹，你算算咱们串的那些肉串，明天卖多少钱？32块，我早算过了。除去成本，我一天能赚23块多，一个月就是690块钱，一年赚多少？一年就是8000块，那么多钱。呵呵，那你们觉得我还愁娶媳妇吗？那肯定不用愁了。所以这娶齐文京就免了吧，不光让人家说闲话，万一他不是大伯亲生的，还会有其他事端。齐胜林两口子点点头，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。万一齐文京是杜三巧跟野汉子生的，他们想想就膈应。第二天一早，麒麟并没有着急去县城，而是扛起锄头先去地里除草。10来亩地的玉米，全指望他妈自己肯定不行。但是没想到自己刚到玉米地，他的前世妻子齐文京就扛着锄头跟来了。堂姐跟小混混进玉米地后怀了身孕，大伯为了给女儿找接盘侠锁定了我，隔天就来下地帮我一起干活。面对堂姐的主动示好，我直接抬手将其推一边，因为前世不知情的我就做了那个院主。虽然努力奋斗为他们赚了千万家产，可换来的却是5家大郎的待遇，甚至临终时才知道儿子不是我的。麒麟，我爹昨天跟你说让你娶我的事，听说你不答应。我当然不答应，你是我姐姐。可你跟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，你是抱养来的。什么叫没有关系？10里8村谁不知道我是抱养过来当儿子养的？对啊，就是他们知道是抱养的才可以在一起，到时候直接说是从小养的女婿。你就这么想嫁给我？呸，你演得真好。我什么时候演了？没演吗？你摸摸自己良心，你真喜欢我吗？从小到大，咱们谁不知道谁啊？从小你们兄妹就有吃有喝的，你给过我一口吗？你哪怕给过我1块糖，我都信你。以前我那是年龄小，不懂事，还跟我装。你跟你妈一样都爱跟人钻玉米地，这一世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一家。怎么样啊，麒麟弟弟，我不漂亮吗？我再说一句，我看不上你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配不上我。我配不上你？你怎么敢说的？你一个泥腿子，我能嫁给你，你算烧高香了。看吧，本性露出来了吧？还烧高香了？你自己考上大学了吗？说的好像你不是农村人一样。你！齐文京气得脸色铁青，他最讨厌别人说他上学的事了。连续2年没考上，都跟他弟弟一个年级了，这是他心里的痛。我没考上，也比你强，你才小学毕业而已，你也好意思说我跟你一块上学的时候，哪一次成绩不比你优异？还不是你爹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早早让我辍学，出来种地养你们。现在有脸在我面前提学历，就你考那点分，助学2年都比你强。你给我等着！臭鞋一个！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除完地里草回家后，麒麟一刻没停下，到家骑着自行车带着肉串就往县城化肥厂赶。由于之前很好吃的缘故，第一批烤串没烤好就已经上人了，烤好以后很快就卖没了，一次烤50多串。麒麟连烤3次，不到40分钟，32块钱就到手了。小同志，我们等了那么久了，还是没吃到。明天你能不能多准备些？没问题，明天我多准备些，保证你们都能吃到。好。麒麟收完摊后就赶到了国营饭店，将钱主任订购的木炭送了过来，并给其预留了几个串。来，领导您尝尝，这是我刚做的。这不会是烤的新疆羊肉串吧？钱主任吃过吗？当然，当年我可是去过建设兵团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我这可不是羊肉串，是猪肉串，羊肉不好买。哈哈，羊肉你不好买，我好买呀。麒麟已经把这茬给忘了。这时候羊肉虽然稀缺，但价格却比猪肉还便宜。那您老能不能一天给我搞个10斤？别说10斤，20斤也没问题。那感情好。羊肉现在什么价格？1块钱1斤。那看来以后要麻烦钱主任了。麒麟笑嘻嘻的，有些小激动。羊肉烤出来不是猪肉能比的，到时候会更香。好说，就是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厨房有羊肉，立马给我烤几串，馋死我了，好多年没吃过这一口了。哈哈哈，这个好说。走。很快2斤羊肉的肉串就烤熟了。为了让钱主任吃的满足，还烤了几个羊腰子，吃的钱主任满嘴流油。你这手艺真不赖，有新疆那帮人的味道。要不你别摆摊了，到饭店来，我给你办个正式工怎么样？谢谢您的赏识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。呵，不强求，只要你经常烤肉，我能随时吃上这么一口就成。那没问题，
只不过以后我每天下午能不能借你厨房一用？那当然随便用了。麒麟满意的笑了，以后上午串卖完后，下午就有地方可以继续串了，这样肉新鲜还能多赚钱。从国营饭店离开后，麒麟又跑到包子店给父母买了10个肉包子带回家，准备好好给父母解解馋。来，爹娘一起吃，我给你们买的大包子。你这孩子，这时候买肉包子，让你奶奶看到非得骂死不可。快去把门关上，不然又要打架。麒麟并没有接话，看到桌子上的窝窝头菜汤很生气。这家里中午的饭吗？你们就吃这个吗？是呀，你奶奶刚端过来的。她说她屋子桌子那天被你打坏了，先让我们在自己屋吃几天。把这扔了，咱们吃包子。以后我每天给你们带饭。儿子，这包子要不少钱吧？赚了钱先攒着给你娶媳妇用。那也要给你们养好身体，到时候好抱孙子啊。好，儿子有心了。这包子是不是韭菜肉馅的呀？我闻到味道了。韭菜肉馅的。麒麟有些疑问，仔细的闻了闻，确实有韭菜味，但好像是爷奶屋子那边传来的。再看看父母桌子上的窝头，他瞬间明白了咋回事。我买的是纯肉馅，走，我去看看他们在吃什么。好啊，给我偷吃，我们一家人干活，一年到头吃不到好的。你们倒好，又是鸡蛋又是馅饼，把我们3口人当什么了？哎呀，你个甜傻的，我的韭菜鸡蛋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再动一下试试。来，要动手。到院子，父母任劳任怨的干一天活，回家吃的是窝窝头加菜汤，而天天招猫逗狗的大伯一家，偏心奶奶却给他们做韭菜盒子加鸡蛋。我进门看到后愤怒不已，一脚直接把盆子掀了。哎呀，你个甜傻的，我的韭菜鸡蛋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再动一下试试。来，要动手。到院子里来，快来人啊！一家子偷吃还打人啊！气死我了！俺要揍死你！麒麟，你敢打我弟弟，看我不抽你！臭鞋一个，我切你的呀！哎呀，我的宝贝孙子孙女呀！你个挨千刀的，我白养你这么多年了，给我滚过来！老齐家太欺负人了，村长打人了！麒麟一喊，左邻右舍听到动静的都出来看，就看到齐胜利拿着锄头追着麒麟打。齐胜利，你干嘛呢？一声大喝就把齐胜利吼得清醒不少。来人正是村里的书记老杨。杨书记啊，家门不幸啊，养了个白眼狼啊！杨书记啊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这个天杀的小崽子要造反啊，连我都敢打呀！杨书记啊，你可来了，这一家子人打我呀！麒麟刚才趁着逃跑的时候，在脖子上抓了几道血痕，这样就能有被打的证据了。都给我过来，说清楚怎么回事。到大个事，你就拿锄头追着人打。你不知道啊，书记，这小子进我们家就掀了我们家的面盆，还打了文涛，更抽了我闺女好几巴掌。麒麟是这么回事吗？你得给我做主啊，杨书记！家里和地里活都是我和爹我娘干，给我们喝菜汤吃窝窝头，他们却天天偷吃鸡蛋烙韭菜盒子。我找他们理论，他们竟然集体打我，还骂我是长工，要打袭我。杨书记听到这里眼睛瞪大，先不说麒麟说的感不感人，就那句长工已经刺痛了他的心。谁说你是长工？我奶奶，她不光今天说，几乎每天都骂我是他们家长工。俺什么时候天天说了？这小肚子冤枉俺啊！那你的意思肯定说过呗。杨书记气得脸色铁青，他能当上书记就是因为他们家过去贫穷，他爹和爷爷都是地主家长工，那时候越穷越光荣。不过现在一听长工这2字就冒火。老齐太太，你封建思想很严重啊，是不是没被批斗过？我今天没这么骂他。你今天没这么骂，那就是以前这么骂了。你这是什么思想？还搞剥削那一套？书记，我妈没那么说过。没那么说过，你确定？让我查出来你撒谎，这个村长你也就做到头了。老太太一听要撸他儿子官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杨书记，不关胜利的事都是我骂的，我只是有口无心，偶尔说的。还有口无心，都给我们吃窝头了，你的心当然让狗吃了。对，我证明他经常这么骂麒麟，齐胜利还是村长，也是黑了心了。你看看麒麟家3口给饿的。而且现在地里活也都是麒麟娘带着麒麟干，那一大家子没看到有一个下地干活的。就是以前郑公分那个杜三巧还下地，你看现在显得就知道勾引野汉子了。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全都是喷老太太和齐胜利一家的。听到乡亲们打抱不平，齐胜林2口子也有些动容。关你们什么事？先吃萝卜淡操心，都离开我家院子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胜利，你是村长，你得处理好家里的事，不准再打打闹闹。你拿个锄头一副要撒人的架势，就是你的不对。可是他打我儿子，打我闺女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给你们个建议，分家另过吧。地有了人口又多，难免有矛盾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杨书记的建议不错，这个家分了吧。小兔崽子，没你说话的份，这个家不能分，我说了算。好啊，不分。那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种3口人的地，你们爱咋地咋地。那我就不让你吃饭。
说的我在乎你那一个窝窝头一样，不吃就不吃。麒麟说完喊着爹娘就自己房间去了。齐胜利想叫住弟弟齐胜林，但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。娘，分了吧，分了家里肃静。怎么分？分了你经常往大队部跑，那几个丫头又要嫁人，活谁来干？不分麒麟还得闹，再闹我这村长就没法再干了。那不行，这官不能丢。那就只能分。那就分吧，但是给他们分多少，到时候你可要算好。那肯定要好好规划规划。隔天麒麟就带着父母一起去化肥厂卖串，快要收摊的时候却碰到熟人。给我烤几串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哈。麒麟居然是你！旗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这里上班啊。哦，对，你在化肥厂上班，我忘了。旗下麒麟是一个村子，两人小学同学。上一世麒麟就喜欢这个女生，可是旗下整整大了2倍，所以麒麟要管旗下叫姑奶奶。之所以有了这个牵绊，麒麟也只能把这姑娘默默放在心里。哥和嫂子也来了。你是旗下吧？不经常见到你，真是越长越好看了。小姑是在这里上班吧？我在这上班，听他们说门口的串好吃，没想到是我大侄子烤的。麒麟，快给你小姑点串。你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吧，二哥，叫姑太别扭了。我给你烤了20串，你坐这里吃，还是带回去吃？我还是带回去吧，你给我6串就好。哎呀，都带回去吧，给家里人也尝尝。对，都带回去，给我大爷爷大奶奶尝尝。那行，多少钱我给你麒麟？要什么钱？这顿我请。那可不行，这么多得卖好几块钱。然后2个人就开始谦让，最后被麒麟直接推走了，这才罢休。这姑娘长得真好看，还有正式工作，我把她娶回家怎么样？混账！可不能开这种玩笑，一个姓还隔着2辈，开这种玩笑让人家笑话。我跟人家又没血缘关系。回去的路上，麒麟骑车，父母则在后面算账。今天这一天卖了小200块的串，两口子激动的不行，一天赚了别人快1年的工资啊！可是，一到家，老太太就指着齐胜林两口子鼻子骂：“好个白眼狼，竟然一天不着家，地里活不干，饭也不做，猪也不喂，真的想造反吗？”我跟父母仅仅一天没干农活，奶奶就气得用水泼我们被子，还将我们的午饭扔进猪圈里。等到我跟父母刚进家门，他跟大伯就气势冲冲的过来了：“好个白眼狼，竟然一天不着家，地里活不干，饭也不做，猪也不喂，真的想造反吗？”就是，害得我们饿了一上午了。我昨天已经通知过你了，不分家，啥活也不干。您老聋啊？小肚子，你就是个祸害，祸害我们一家子不得安宁。想分家，你们给我净身出户。二弟，那咱们就分了吧，我们多少给你们分点东西。什么叫多少的分我们点东西？是我们的必须给我们。你，我就是不给你能咋的？圣林啊，你真的想好分家了？想好了，以后我们还是个过个的吧。您和娘的地，我和大哥一人负责1口人的，到时候见多少粮食都上交给您。你还想要地？要个屁，都是我的，房子、地，家里一切都是我的。听你这意思，是我家啥也没有，净身出户呗？就是净身出户，全给我滚蛋，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呵呵，你还真强势，你还真以为你是地主了是吗？行了，别闹了，地是按人头分的，是谁的就给谁，这是上头的规定。既然要分家，那就把杨书记叫过来吧，大队不做见证。好，我马上去把书记请来见证。不用你去，我给杨书记打电话喊他过来，咱们好好把一盘家产。是麒麟吗？什么事？杨书记，我们要分家，请你过来见证下。行，我马上过去。爸妈别担心，杨书记很快就到。好，杨书记的为人我知道。对了，儿子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 vivo 还卖了2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家赶紧分吧，分完后咱们可就住得宽敞了。目前这情况，麒麟觉得很可笑，这家怎么分？显然大伯一家跟老头子和老太太都商量好了。大叔，你说说吧，想怎么分？他们3口人的地给他们，然后净身出户，我们老2口跟着老大家过。给爷真气笑了，果然不讲理，老帮菜们都是商量好的。胜利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哇！杨书记看向齐胜利，他脸色难看，这哪里是分家，明明是把另一个儿子一家赶出去。我听我爹的。胜林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西厢房基本是我一个人赶马车拉土，找人做土坯盖起来的，他们顶多给做了几顿饭，凭什么不给我？还有那个地板车，家里那些个农具，有一半也是我用工分换的，你们凭什么也不给我？哼，那是你赚的，但我还是月怀胎生了你，把你养大，你怎么不算呢？你生我养我，我肯定会养你老，
这一码归一码。放屁！就你这残疾腿，你怎么养我老？能照顾你自己就不错了。我不还有儿子吗？哼，那就是个白眼狼，包养的就是包养的，有冤为不赎。分家就谈分家，不要对我人身攻击。喂，我们就谈分家。胜利，你是老大，你觉得这么分合理吗？杨书记很严肃地看向齐胜利，他这是在给这个村长一个机会。齐胜利显然没想到这个时候问他，净身出户，确实过了，毕竟还是一家人。我爹娘这么分，是觉得麒麟是抱来的，不想把财产分出去。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。有主意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麒麟是抱养的，没有血缘关系，把他的下一代变成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就好办了。齐胜利说这话，还看了看麒麟，麒麟顿时笑了。这老家伙果然没憋好屁，最终目的还是想让我当怀孕堂姐的接盘侠。怎么变成有血缘关系？把麒麟当成上门女婿，和伦经结为夫妻，生的孩子不就是老齐家的吗？此话一出，杨书记眼睛瞪大，显得不可思议。麒麟笑着看向屋里所有人，老爷子和老太太没有很诧异，显然大儿子都跟他们商量好了。这个我倒是赞成，这样家产就会落到我孙子头上，我也就同意把房子分给老二他们。我也同意，这样就能分房子给老二家了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干的，这对外可都知道。麒麟是你们收养的孙子，可没说过养的是上门女婿。这个我可以放话出去更正，当年抱回来的时候就当女婿养的，只是看老二家没孩子才过继过去。想得挺美好，那也得我同意才行啊。你不同意，养你这么大就是当女婿养的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你说是女婿就是女婿了，在这个家里我只认我爹娘，其他不认。你个白眼狼，出去都找不到媳妇，现在把文静嫁给你，你还不满意？呵呵，不满意，我宁愿娶不上媳妇都不娶她。麒麟这话说得很大声，他刚才就感觉到齐文金就站在门外偷听，他就要大声告诉他，老子看不上你。你说不娶就不娶，养你这么大，你不娶，我们老齐家岂不亏了？你不娶就得弥补我们的损失。弥补什么？我没觉得亏欠你老齐家什么。把你养到了18岁，你一年吃的粮食不是钱，你头疼脑热看病没要钱，你穿的衣服不要钱，一年就算花10块，你也得给我们家180块。老太太不信这么一大笔钱，难为不住这个抱养来的孙子。我从8岁准工分到现在正好10年，一天按最低2毛算，一年干半年，那也是一年赚36块钱，10年就是360块。我花了你180，给了你家360，正好分家，你把多给你的180还给我吧。父母仅仅一天没干农活，天心奶奶就要跟我们分家，把农具家禽全让大伯搬走，甚至村里书记来了都拦不住。娘，你好狠的心，这样分家等于把我们赶出去。你们自找的，谁让你们不干活的？爹，你们非要这么做吗？可别怪您老了我不孝顺。放心，我们就是饿死在床上，也不会去找你的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，到时候别后悔。盛林让麒麟做上门女婿，娶了文静，这事还有商量，总不能你真打算家都不要了。呵呵，是我们不要这个家，还是这个家不要我们？你心里清楚。那现在的房子你们也不要住了，爱去哪去哪。老毕太太，你想得美，房子是我爹年轻的时候干活赚下的，我不会放手。我就是拦住不让你们住，你们能咋的？娘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就对我这么狠吗？谁让这小犊子不听我的话，不娶了他堂姐也不孝顺我？我娶你个老母！杨书记，能不能给我们批块宅基地？批了宅基地，我们家主动放弃这套房子。儿子你儿子，咱们现在没钱盖新房，相信我爹娘，我有能力给你们盖几间砖瓦房，到时候比住这破房子要好多了。你就吹吧，我看你拿啥盖砖瓦房？拿啥盖？不劳您老人家操心。我们家让出来西厢房可以，但是得有补偿，要不然这个家就别分了。说完，麒麟就拉着爹娘回自己屋，留下了一脸懵的老头老太太他们。我说句公道话，你们啊，对盛林一家太苛刻了，便宜都让你们占了。杨书记，我们，咱们就好着老二一家，看最后听谁的。老话棍棒底下出孝子，老二再不听话我就揍他。盛林，你作为村长，见过几个这么分家的？要把兄弟赶出去，你好好劝劝婶子跟叔吧。西厢房里，齐盛林两口子闷闷不乐。儿子，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了？当然是为了分家搬东西提前锻炼的，就是用了这个天天跳绳 app， 里面有数百款体感运动小游戏，只需要一部手机，在家就能玩，边玩游戏边锻炼身体，简直太爽了，好玩又解压。特别是这个火爆全网的吃豆人游戏，不论大学生还是小学生，玩上几把吃豆人，不久能让你快速变身，还有超多体感运动，全部畅玩。羊毛党们，快来下载天天跳绳吧！原来如此，你跟儿子讲讲咱们的顾虑。我们就是舍不得这房子，还有就是分出去，咱们住哪里？娘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盖5间大瓦房不是啥难事，住处就更好解决了。村西头老地主家留下来的院子，
跟村上说可以借住一段时间。齐胜林两口子互相对望了一眼，然后还是很纠结。这里毕竟他们生活了这么些年，一下子分出去，心里就是不舍。爹娘，咱们要想好好生活，就得跟这个家断了。以后咱们每天都要切肉串串。就我奶奶那性格，要是让她发现了，天天打架，我们都别想赚钱。你说的也是，儿子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娘的狠心我是感受到了。还有，如果不赚钱，没办法给你们补充营养。不赚钱，拿啥给爹你治腿？你治腿，如果到首都的大医院，没准还能恢复。儿子，我这老瘸腿还能治好吗？肯定是有机会的，只要勇于尝试。好，听你的，那就放弃这房子，我们出去住。儿子，我也同意。放弃归放弃，但得问他们要钱，先耗着他们，不给钱，你们别松口。麒麟跟父母商量好后，就出门去找杨书记了。他得提前跟村里说好住处，才能同意不要这房子。老的主家房子倒是可以住，就是房顶可能年久失修，有的地方漏雨。没事的，到时候我修补一下，也不会住太久。您给我批个宅基地，等房子建好就搬出来。杨书记看了看麒麟，有些纳闷，这孩子把盖房子说的好像很容易似的。盖房子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土房也得好几百块钱，要是想盖砖瓦房，那得上2000。没关系，我能行。表志气，打小我就觉得你将来过日子是一把好手。宅基地这2天村里开会给你选个地方，或者你有看好的地方跟我说。谢谢杨书记，我回去跟我爹看好地方，再跟您说。你们分家这个事，你不用急，他们要想让你们净身出户，你就耗着他们，太欺负人了，我都看不下去。有了杨书记的支持，麒麟再次表示感谢。第二天一早，麒麟就带着父母了国营饭店的后院，开始准备切烧烤的肉串。麒麟啊，我有个想法，跟你商量商量。您说，钱主任，能不能让你父亲也烤串？我去给你找个炉子，你中午出去卖的时候，我这正好是饭点，这样你父亲就能在饭店烤，应该也不少卖。您钱主任发话了，这是肯定可以。您真是太替我考虑，太照顾我了。我这么考虑也是为了双赢，本来饭店就要不断创新菜系，能在饭店里售卖，这后院就可以随便用了，名正言顺不是？不管您怎么考虑，我就觉得您是照顾我，肉您出，技术人员我来，烧烤的利润我跟饭店55分，跟您增加业绩。哈哈，好小子，你是个做生意的料，我现在去做个炉子，一会就能售卖。爹之前我教你烤串，很明智吧？还是你有先见之明，儿子。钱主任让我们在饭店卖串，咱们能多赚钱，到时候也要好好谢谢人家。必须的，必啊！很快，国营饭店这边的烧烤摊卖了起来，2个多小时已经卖了300多串，腰子、羊球啥的卖得最快。爹娘，咱们今天中午的总利润是240，除去给饭店的分成，你老俩赚了120。儿子，这，我的腿好抖。我也是，这一中午顶我们在地里干很久很久。哈哈，不要激动，下午还有一波呢。钱主任看到肉卖完了，又去市场进货去了。忙碌了一天的麒麟一家，晚上顶着月亮终于到家了。可是院子大门推了一下，竟然没推动。看来这老太太把大门锁了，不让我们进家住。因为分家，我跟偏心奶奶闹翻了。隔天他就让大伯把我们农具家禽全部搬走，甚至等我们晚上干活回来的时候，院子大门也被他故意提前反锁上，为了就是不让我们回家里面住。怎么了，儿子？赶紧开门啊！别里面反锁了，看来这老太太把大门锁了，诚心不让我们进去。你喊2声，万一是他们以为我们在家呢？我惯着他们，看我的，看到了吧，爹，里面都亮着灯。刚才我敲门，他们就装听不见。这还没分家呢，就把我们锁外面。我去找他们理论。累一天了，爹，不要再跟他们生气，咱们先安心回屋睡觉去。麒麟话音刚落，老太太跟老头就冲出来了。你个小犊子，砸我的门，不干活还想回来住，没那么便宜。娘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个蛋，我要打死这小犊子。打人啦，瞎了眼了，养了个白眼狼啊！白眼狼打人啦，我的腿呀，疼啊！麒麟一愣，这老太太改讹人的套路了。不过他立马反应过来了，爹，奶奶要讹人，一会要有人来，你就说你腿疼，我给书记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治老太太。好，我待会装晕。老太太的嚎叫声很快就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，但最先冲出来的当然是老太太的大儿子齐胜利跟孙子孙女们。娘，你咋了？奶奶你怎么了？麒麟他打我呀，刚才我要进门，他就把我推倒了。你个挨千刀的，打老人反了天了，这次非要狠治你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齐胜利也看清了麒麟正在抱着自己二弟掐人中，顿时一下就懵了。胜林，你这是咋了？这是咋了？杨书记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我刚出房间门，麒麟那个小犊子把我一把推倒，腿都给我摔断了，疼啊！胜林，你这是咋了？水，给我口水！麒麟心里给自己老爹竖了个大拇指，刚才临时改变策略，让他爹装晕，没想到还装得挺像。杨书记，你来了。接到你打的电话，我就立马赶过来了。是啊，我怕出大事，所以又要麻烦您一下了。没事。对了，你换新手机了，
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 vivo 还卖了2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原来如此，圣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是咋了？刚才我们回来，我娘把房门给锁了，麒麟就把锁砸了才进院子，然后我娘听到动静就从屋里出来，举着拐杖就冲向麒麟。是的，我爹害怕老太太摔倒就过去扶，结果他一下把我爹撞晕倒了。杨书记听完脸色难看，院子的各位乡亲听完也是心中大骂这老太太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感觉好多了，不用去医院。那你快回房好好休息吧，我跟你娘谈谈，看看这老太太又做啥妖。刚才你说是麒麟推的你，你说说他怎么推的你？怎么倒下的是你二儿子？那你刚才迷糊了吧？是你撞的二弟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哎呀，我都被他们气迷糊了，我心口好疼啊。也就是说你刚才是跟圣灵撞一起摔倒了，没人推你？我也不知道，眼一花以为有人推我。这话一出，不用再过多解释，大家就知道是这老太太作妖了。那你这腿？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看向大儿子齐胜利。齐胜利眨巴眼睛后，老太太顿时明白了啥意思。腿疼，我这腿可能断了，需要人照顾，需要吃好东西养着。奶奶，你腿摔断了？断了，这下啥也干不了，你得照顾我了。那还等啥呀？赶紧送医院！我不去医院，我在家静养。静养怎么能行？万一骨头断了，得打石膏。不一定是断了，没准明天就好了，先观察1晚上再说。你怎么回事？奶奶腿都断了，还观察1晚上，那得多疼不孝顺。麒麟说完就把老太太扔到3轮车上，在一众人的注视下，在老太太的慌张下，骑着车子飞快地往外冲。你个王八羔子，想电死我！我不去医院。您怎么能不去医院呢？腿断了得及时治疗。你给我停下！老太太大声喊，可麒麟置若罔闻，车子蹬得飞快，很快离村就一离地了。小肚子，你快把我晃稀了！我忘带钱了，奶奶，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拿。麒麟一边说，一边解开了自行车和地板车连接的锁扣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就走。你带上我，这大晚上两边都是玉米地，你要吓死我啊！麒麟知道老太太胆子小，所以才故意这样做。老太太吓得想要去追麒麟，但又舍不得自己家的地板车，所以直接拉着车子往村子方向追麒麟。另一边，齐胜利跟杨书记也追着寻找过来了。那娘前面是你吗？儿啦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可吓死娘了！你们就做，天天做，早晚得把自己做死。齐胜利脸色难看，穿帮了，不过还是过去搀扶他娘。麒麟那个小犊子呢？不知道啊，你没看到他回来吗？他说没带钱，扔下我就跑，这小犊子就是故意的。齐胜利叹了口气，带着他娘往回走。到了自己家大门口，才发现好多看热闹的都在他们家大门口还没散。亲囊儿子真是活久见，讹完儿子又诬陷孙子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大家以后可别沾这样的人，免得被他们坑。就在这些人七嘴八舌的时候，麒麟骑车风风火火就回来了。看到我奶奶了吗？麒麟，你回来了，老太太一路小跑就回家了呀。啊，一路小跑就回家了？我去大亲家借个钱的功夫，腿就好了吗？奶奶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还要不要去医院啊？要是不去医院，我就先回屋睡觉了。隔天一早，麒麟的前世妻子齐文晶，也就是堂姐上门来找他了。麒麟，中午咱们同学聚会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正好你骑着3轮带着我跟文涛。麒麟想拒绝，但又想看看这个堂姐有什么新的阴谋诡计，所以就答应了。好啊，待会洗漱一下咱们就走，提前过去吧。行，我也去化妆。看你这个臭鞋子怎么用傻套。同学聚会，堂姐偷偷往我喝的汽水中下药，我发现后将计就计，将杯子迅速调包。回去路上装晕的我被他们带到了草垛里。姐，真要这么做吗？当然不这么做，他就是要分家，以后咱们家活都得咱们干。可是这么干了，对你名声可不好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跟他结婚以后，哪还有人在乎名声？姐，你还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把他衣服脱了，把他推进柴草垛，接着把咱们家人叫来，看他对我负责不，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。我明白了，你这一招高啊，这样以后他就是咱们家随便使坏的驴了。只要二叔和婶子知道我跟他钻了柴草垛，就肯定会让他负责。你们算盘打得不错呀。你姐弟俩晕了后，麒麟毫不犹豫，3下5除2就脱了2人衣服，还想算计我？接下来我看你们姐弟怎么跟大家解释。麒麟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把村里跟他一起玩的不错的几个小伙伴们带过来了，让他们见识见识齐文晶姐弟俩的行为。我去，他们这是干啥？前几天看他们2个人钻玉米地，今天又看齐文晶，这娘俩怎么都这样啊？是啊，而且还是自己的兄弟，真是都喜人了。睡够了吗？
赶紧醒醒！啊！大庆哥、二庆哥、孙三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！什么不是他们想的那样？该看见的我们都看见了，伤风败俗啊！都是你麒麟，你个坏种，你竟然设计我们！我设计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先算计我吗？同学聚会时你给我的汽水有问题吧？已经作为证据保存了，要不要喊乡亲们过来，我们验证一下呀？你没喝汽水吧？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想干嘛。就你那点演技，有点太烂了。麒麟哥，饶了我，真没我什么事啊！他刚才让我陷害你的，我也是反对的呀。戚文涛不停求饶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他名声就毁。即便是诬陷，但是他们姐弟也说不清楚啊。麒麟哥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把衣服给我吧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怎样才能放过我？你这个态度没法谈啊。你想要什么态度？跟你弟弟一样就行。你不要太过分，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。那算了，你们就光着跑回家吧。还一家人，我呸！别走啊，麒麟哥，我错了。我答应你所有要求，现在可以把衣服给我了吗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家里分家的事情，不要再让你爹想着怎么把你嫁给我，乖乖的让他拿出补偿费用，我们和平分家。这事我们也没办法，家里我爹说了算。那他们三个嘴巴就不能严谨了，一会全村人就都知道你们的丑事了。你无耻，我们啥也没干，都是被你打晕塞进来的。他这个解释你们信吗？我信，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我就看到齐文静跟齐文涛攒了柴草垛。对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不会说谎话。你们无耻！好，我答应了，但是你得保证他们不会乱说。放心，只要3天之内你能搞定和平分家，不会有任何传言传出去。麒麟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带着几个发小走。你们的衣服在那个草垛子下面，自己去拿。还有我们仨把嘴巴闭严谨了，今天的事情不要传出去。放心吧，麒麟哥，那一家子人怎么对你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只要能帮助你分家，怎么着都行。好兄弟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带你们去县里卖烤串去。齐文金和齐文涛穿好衣服后也郁闷地回了家，准备解决刚才答应麒麟分家的事。爹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事就说吧，咱们去奶奶那边说吧。有啥事呀？非要一家人凑齐了才能说。我不想嫁给麒麟，你们还是跟二叔家和平把家分了吧。说什么胡话？我都努力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让你嫁给麒麟。就是现在虽然他占上风，这2天吃饭肯定是去你二婶娘家解决的。天天去人家吃饭，能吃几天啊？他们根本没去我二婶娘家。今天听他们说，麒麟一家都去县城了，而且还在县城找到了活干。齐文金此话一出，齐文胜和老爹老娘就皱眉头了。他能找什么活？你打听清楚了吗？不知道弄的什么，好像是摆摊，跟肉有关。我说这几天早出晚归的，还得拉着班车，拎着个大尿素袋子来回搬，里边装的肉吧？有可能，我前2天去厕所，还闻到他们那个铁槽子一股烤焦的肉味。那就去他们房里搜，还没分家，自己烤肉吃，翻了天了。奶奶，你等一下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齐文金一看是不好，赶紧叫住老太太。这要是把麒麟逼急眼，把草垛一事说出去咋办？我不想跟麒麟结婚，前几天他打我脸，你们都看到了，现在就敢动手，结婚以后更加肆无忌惮。他敢，反了他了。他怎么不敢？那天就是个例子，所以这事拖着不会有结果。再一个，我肚子孩子也不能再等了。你个死妮子，都是你惹出来的，你还知道不能再等了？事情已经这样，您除非掐死我。好好好，行了娘，别闹了，你不嫁给他，爹也想不出给你摆平这事啊。山丘大队的李前进一直喜欢我，找人暗示他一下，让他来提亲吧。不行，那是个什么货色，好吃懒做，就是盲流，都被他爹惯坏了。这个李前进是不是山丘大队书记的儿子？是的。那这个条件好啊，文静嫁过去，肯定不愁吃穿。娘，你没听我说吗？那小子人品不行。人品不行，文静嫁过去给他归拢归拢啊！凭文静的手段，还管不了个男人。那就按照文静的想法办，我找人给李前进透个话，让他来提亲。屋里人都点点头，老太太笑了，觉得这个亲家要成了，那就光荣了。自己儿子是村长，亲家又是大队书记，这以后他们老齐家在村子里不得横着走。胜利，一会我去对面闹，把邻居们都引过来，然后就去他们屋子里翻东西，把肉翻出来就让他们净身出户。我看这一个个的坏种还说我欺负老二家。行，一会我陪您进屋子里去翻。我跟父母早出晚归去干活，回来时爷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可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我们，而是车斗里有没有藏好吃的。老头子俺闻到了肉味，我也闻到了。你看车里有个袋子，里面绝对是肉。走，去喊着老大，咱们一起去他们屋里搜。老二，还有那个肚子，你们给我出来！这老帮菜们又要干嘛？快点给我滚出来！别给我装凶，天天偷肉吃，以为我闻不出来吗？儿子，咱们白天烤串剩下肉。爹，你先别着急，看我的。
哦，你咋呼啥？谁偷吃肉了？就你个犊子！呀！娘，以后别再想动手打我们。哎呀，你个天杀的齐圣林，你竟然要打你老娘！快来人啊，儿子要打娘了！天打雷劈呀！是您胡搅蛮缠，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你就是要打我，你就是不孝顺，你这个混蛋玩意呀！来人啊，快来人看看呐！随着老太太的叫喊，周围的吃瓜邻居也赶了过来。走啊，去老齐家看电影去。他们家这是连续剧，天天晚上都打架分家呀。你吃肉还背着自己的亲娘，家还没分呢，就不要爹娘了，你个没良心的啊！我哪里有？你胡说个啥？你就是藏了肉，天天在外边拿肉回来偷吃，当我看不见啊！娘，别闹了，让人笑话。大儿子，你快点进屋里去搜啊，他有肉偷吃啊，背着亲爹亲娘啊，这个不孝顺的，你得替娘做主啊！那不能，二弟不是那样的人。看到大伯齐胜利跟老太太假惺惺的表演，麒麟就忍不住想笑。那你安排吧。你这是啥？我这个是华为 P70 Pro， 不仅有卫星通话，还是昆仑玻璃，非常耐造，左下角就能免费领。真的假的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就点左下角下载，完成任务，轻轻松松等官方给你送货上门，就近配送，不满意当场换型号。这也看不到领取链接啊！你要认准我左下角啊！你看我好多粉丝都领到，华为 P70 Pro 和苹果16 Pro Max 各5000台，登升级就能领。那我得赶紧去试试。算了吧，娘。或许你看错了，二弟这么孝顺，看没看错？翻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对，你们留在这别动，我跟你爹进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脏肉。你们别让他们去翻，杨书记马上过来了，到时候有他们好看的。与此同时，屋里3口人翻了半天，别说肉，连个玉米粒都没找出来，老太太都急得流汗了。这要找不到肉，又坐实了她欺负老二家。翻到了吗？杨书记来了，没有翻到。那还翻啥？都给我滚出来！这一天天的欺负老实人。哎，左下角客服通知我选配了，可不是吗？之前粉丝反馈领不到，左下角特意升级了20倍加速链接。是啊，我领的华为的用包浆了。之前没领到手机的粉丝注意了，现在上线，再解锁祖龙神兽和满级 VIP， 无限触发全屏龙吼，挂技能升级速度翻倍，苹果华为轻松拿。齐胜利身为村长，我说你什么好，带着你爹娘亲自去翻，你丢不丢人？哇，我也是为了整个家好。别废话了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你停职反省。别啊，杨书记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说老二家有肉的，跟胜利没有关系。你就是个祸害，这一家子让你搅和的鸡犬不宁。我们家没有，大伯家不知道有没有，要不要翻一翻呀？老大家也没有，不用翻啦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凭什么只翻我们家？我表示不服，您老人家说冤枉我们家，就冤枉我们家。我爹这单薄的身体，快被你气死了。我现在怀疑我大伯家有肉，我也要翻。对，都翻一翻，这样才公平啊！就是啊，没分家，老大家也得翻一翻。别，我家真的啥都没有。你们进去瞅一下，看看村长说没说谎。然后几个大小伙子就进了齐胜利房间，恰好此时齐文金姐弟正在吃零食。呵，全部拿出去给大家伙看看，教一教。胜利，你给大伙解释解释，这都是些啥？没看错的话，羊角蜜、江米条还有腊肉吧？老太太还好意思到盛明家闹，你还要个脸吗？你把人欺负死了快，这一家子不是人呐！这样的村长连自己的弟弟都欺负，何况我们了？在这个家庭，我们家付出最多，得到了什么？我娘天天做饭喂猪，还得干地里活，我爹腿疼都天天下地，可如今还蒙受你们冤枉，这太缺德了！村长也不是个好玩意啊！这么对自己亲人，会遭报应的。关你们什么事？都嫌吃萝卜蛋操心。分家，你们这个家不分，我就召开全民大会，帮你们分家。对，我们支持杨书记，得让盛明一家跟这家断了关系。分，我同意分家。分吧，我们也同意分家。那正好，见证人还多，我们现场分家。按照之前说的，盛林房子还要吗？不要了，但是我主动让出房子，他们得把补偿给我。你还想要补偿？都说了没有，家里除了那些吃的粮食，能给你啥？你别哭穷了，上个月才买的小麦吧，好像卖了520块钱，我都看见了。盛林，这西厢房你要多少钱补偿？按照材料价补给我，也得300吧。想得美，我最多补你20块钱。行了娘，给盛林200块，这个家分了吧。齐胜利一边劝自己老娘，让人觉得他不是那么坏，一边又很自然的给自己弟弟砍价100块。盛林麒麟200块可以吗？可以，但除了我们屋里的东西，还有那个地板车归我家。另外农具我们拿3口人用的，粮食也要按人头分。这些都可以答应，但是爹娘的养老以后一家一半。怎么一家一半？这个可不好区分，得说清楚。以后老人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还有吃喝用的，一家一半。老人的地没有平分，房子没平分，钱也没平分，将来的费用却平分。你怎么这么脸大呢？你，我们相当于净身出户了，知不知道？要不你拿200块钱搬出去，剩下的是我们平分。都滚！你们属于净身出户，200我也不会给你们，我养老也不用你们，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。这可是你的说的，
你可别后悔。哈哈，老太婆终于上当了，我才不想跟这个家有不多牵扯，最好分得彻彻底底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老二啥也不能干的废人，能伺候自己就不错了。我老了也不用他伺候。好，口说无凭，我们签字画押。